我们拾获童药绝非偶然，凶手步步为营，就连客栈的布局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照你这么说，凶手明摆着就是跟胡掌柜一伙的了。既然胡烈烈已经死了，那么疑凶就只剩下他们俩了。不是我对客栈的种种全然不知，我真的不是凶手啊！别装了！除了你们，还有谁能摆这兽头阵？是不是就等着取我的命啊？我不是凶手，我真的没有杀过人。我看你和胡咧咧才是一沟里出的，嘴都是一个味儿的臭。南天贼，你胡说！别吵了，烦死了。包拯，你怎么看？学生认为事出诡诈，妄言则乱。当此之时，最紧要的便是转危为安，以策万全。站住！你个无情无义、欺主罔上的小二子！老娘处死你这混账奴才！做你的疯魔吃点大王，你想当主子想疯了吧？沈公子，你醒了？难怪叫你小王八精，缩头还缩上瘾了。老二，本将军正要找你呢，如此更好，待一赠一，快从实招来。我招什么呀？我招鬼啊！我就知道，迷迭香准是你搞的鬼，板上钉钉了还嘴硬。迷迭香，小人的皮猕猴的脸，真是说变就变。迷迭香。这美人儿甚是妩媚，这是哪家的妹妹？她是媚丹峰，多年前就不幸亡故了。您不记得了吗？媚丹峰。老二，你若是真三清四白，为何沈寒会说你要害他呢？刚才你猫了半天，鼓捣什么去了？将军，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？他还说我是他们家奴才呢，他胡说八道。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你这话恰好与这香前赴后继啊！不知是无巧不成书，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何兄弟，时间紧迫，还望你能实话实说。既然包公子都发话了，我就不憋着了。我是想要一鸣惊人，可我当真与那迷迭香一事无关。我只想惊惊沈公子而已。他已经被你惊得半死不活了。你是不见诈尸不罢休啊！他上天入地的追着我乱跑，我要再不出手，我就等着他给我收尸了。哎，况且我也是一片好心，我听说这杨柳枝啊有去除重病之功效，所以我才要了一捆子拍打他。哎，结果他还真被我给拍醒了。醒是醒了，病仍病着。用杨柳枝消重病是杨柳观音的典故，你当自己是神仙呢？观音，这法子谁告诉你的？孟老板。孟大亨呢？坏了，鲍老板跑了。他莫不是凶手，趁乱逃走啊！孟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你们夫妇俩，一会子夫唱妇随，一会子妇唱夫随，把本将军耍得团团转。难怪你们一心想逃走，原来早就有备而来。
还请将军明鉴，孟大亨已弃我而去，民妇怎会知情不举？只可恨那个没良心的，也将民妇摆了一道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啊！本将军不管你们是什么鸟，即刻起，你给我待在客栈，在事情水落石出前，不得离开。哎呀，孟达亨他80%是往血魂林去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追吧，快走！哎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那个小白脸就够让我不省心的。现在你还想把命搭在这个小黑脸上啊？说什么？阿策，你腿伤未好，留守客栈。张昭，你跟我去。哎，小二子，包公子，走，您乱扯什么呢？您就在客栈好好待着，我去就回啊！哎，这个没良心！哎，一贯禽兽的驴粪蛋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跳！上官将军，哎，还好有驴可乘，总比脚力要快上不少。嘿嘿，一步3喘的孟达亨都快马溜撒了，包大哥比驴还黔驴技穷呢。张昭，快扶我上驴！驴脾气一上来，真是和你一模一样。嗨，像他那样就好办了。好什么办？办什么？包大哥，等等我！包长，小二子，包公子，别跑！包公子，你等等我！就知道你个小二子得狗急跳墙，想跟老娘耍偏门，没门！耍偏门的早就出门了，你爱没门就没门。我可不想陪着你一起遁入空门啊！你要怪就怪那个孟达亨去。孟达亨？哎呦喂，就是那个勾3搭4的花心大萝卜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竟与他沆瀣一气来害我！我没有。你别废话了，随我马上追那个花心大萝卜去。马上？马都没有，哪来的马上？你要我以梦为马？与其痴人说梦，你还不如一醉不醒啊！哼，这下可好，少了一个酒腻子，又多了一个疯傻子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哼，好啊，现在我就让你屁股开花！屁股开花！你当我口诀机呢？我开得成吗我？明知林有鬼，偏向鬼林行。孟达亨和胡咧咧不愧是一伙的。水路易追，林路难随。他既铁了心要跑，定是想一跑百了。纵然孟达亨给何二支了个歪招，也不见得与胡掌柜过招的就是杨柳观音吧？我看那孟达亨连杀鸡都难，实在想象不出他摇身一变，竟变成了连环杀手。对啊，杜贤被杀时，我就在房外，听见声音便立刻冲进屋内，并未看见孟达亨啊。孟达亨有孟夫人做伪证，他完全可以事先躲进杜贤房中，待杀完杜贤后潜藏起来，等到现场一乱，再伺机混进人群，装作最后一个进来。这胡掌柜又与孟达亨是一丘之貉，必会坚称所有人都经过了客栈走廊。然而他妄想与虎谋皮，终是惨死在了孟达亨的毒爪之下。不对呀，这驴怎么走得这么慢啊？快点！慢点！上官将军，孟达亨呢？本将军的马被人做了手脚，
跑到一半，突然脚力不济。待我追到此地时，只见马却不见人。孟达亨定已逃入林中。第4支毒香正愈燃愈烈，倘若这是孟达亨的引军入垢之计，那么林内必定杀机四伏。不如这样，为防不测，其他人在林外守候，我与上官将军一同入林。那怎么行？你个手无缚鸡之力、脚无骑驴之技的书生，怎么能敌得过那个200斤的大身板子？万一你冷不丁沾上那么一点点风魂白骨砂，那你这举世无双的状元帽可就破了相了。况且，那支迷迭香是因我而燃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与你一同入林。王公子，哎呀，你撒开！你都拽我一路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使了中气了呢。你不缠别人，干嘛偏偏缠上我呀？你居然敢这么凶人家！你放肆！我胆子小着呢，就算你放5、放6、放10，都和我没关系。哎呦，包公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说抛弃人家就抛弃人家，我都被他拽成残花败柳了。哎，你能不能等脑子正常了再说话？哎，人呢？那个挨千兜的大萝卜呢？又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开始了。你是问孟达亨吧？他已经一跑百了了。一跑百了了？哼，欺负俺老娘就想跑，做梦！小二子，即刻抓人！我才不去呢！胡咧咧都说了，凡入此林者，必无人生还。你看看这整个林子的妖风邪气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凶手一向举棋若定，又怎会在正中下怀时棋出一招？什么意思？学生猜测，凶手故技重施，再行罗织构陷之术。孟达亨并不是幕后真凶，而正是第4支迷迭香的行凶目标。哎，江玉虎和清明在何处？清明留在了客栈，江公子本来正行在最末，追着追着，他突然就不见了。哦，该不会江公子就是幕后真凶？他八成是走了别境奇道，蓄意捷足先登。这样，你等随我速速入林。是。你别扒拉我！你等等我。孟达亨徒步入林，应该跑不了多远，总不至于烟消云散吧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若不能烟消云散，就怕是另一个下场了。阿软姐姐，你身上还有驱鬼符吗？我突然发觉这里鬼气森森的。知道你五感敏锐，却不知你还能感知鬼气啊！我也纳闷呢，自从跟了包大哥，我竟能感通阴阳2界了。小青瓜说的是，我也真有此感。什么感觉？就在你说话间，我好像刚刚和一阵孤魂野鬼擦肩而过。包大哥有鬼啊！小心！我的灯啊！吓死我！你当我是护花使者？我还想被护着呢。鬼啊！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个鬼影从那边一晃而过。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世间本无鬼，疑心自生之。你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鬼啊！管他是人是鬼，本将军今儿个注定了。哎，上官将军！哎呀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来这地儿当小二啊！末了，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呀！哎，有我陪着你同生共死，你死也值了。展昭，你去随上官将军一同追踪密影。阿软，你继续沿这条路寻找，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我从另一侧入林寻找孟达亨。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我与你同去，趁便我也将灯笼给拾回来。等你过去，那灯笼早烧没了。这当然都没见火光，它定是完好无损的。明知道这林中有鬼，你还往里头窜，你是不把自己吓死不怕羞啊？指不定走完这一遭，我就不怕了呢。
说不定一高兴，我还要跟鬼拜把子呢。咱们走吧，来。头一回见拐人比拐弯还快的，没过一会儿功夫，公孙大哥就被他给甩了。想什么呢？快走吧。走。安然姐姐，你来的真早，快来，饭可香了呢。沈公子，早。一夜之间，你竟长出这么标致的胡子了。这是在下向孟夫人要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爷们儿？一点儿都不娘们儿。沈公子觉得身体可有毛病？老娘好着呢，你才有什么毛病？包公子，多谢。来，多谢。包公子，您别理他啊。哎，我昨夜做了个梦，梦见您是文曲星下凡，这辈子您注定是做状元的料。何兄弟谬赞。哎呀，一晚上不见，包公子怎么还生分了呢？昨儿个都说好了，你要叫我二的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你个小二子糊弄鬼呢！包公子卓尔不凡，如野鹤之在鸡犬，我哪儿说错了？二文姐姐，我听出来了，他说咱们是鸡。他说你们是鸡。等这案子破了，我二就随包公子红尘作伴，浪迹天涯。啊，包大哥可是要进京赶考的，哪有功夫陪你浪？要浪你自个儿浪去吧。你不是从小立志当小二吗？怎么说变卦就变卦？无极客栈初相遇，一见公子无终身呐。于是我突然彻悟，其实我一点都不适合当小二，我就应该做包公子的智多星。你都把小二做得登峰造极了，没人比你更合适。真的吗？可不是嘛，你这样的小二几百年才出一个呢。原来我这么优秀啊！对了，怎么不见客栈里其他人下来吃饭呢？江公子和孟夫人说好了在房里用饭，上官将军和水夫人待会儿就到了。也不知江公子的伤势如何了。不如这样，你们先吃，我上楼查测看看江公子。好。包公子，哎，小二啊，再给我拿碗粥来。啊，好，稍等啊。包兄，公孙兄，打扰了。方才一直未见江兄下楼，我等细念你的伤势，故前来探望。有劳二位了。不知我等是否方便进屋说话？当然。进来吧。鄙人房间凌乱，二位公子见笑了。江兄刚刚好像在找些什么？我的玉笛不见了。玉笛？那只笛子虽是玉制，但音质不好，算不得上品。不过是朋友所赠，意义重于价值。江兄会不会遗漏在哪里了？在家四处都找遍了，早上的时候还在，
后来我去楼下和清明姑娘聊过几句，回来就没了，一定是被别人偷了。江兄别急，我们一会儿帮你一起找一下。好，谢二位公子，请坐。哟，江兄手伤颇重，若不仔细处理，伤口定会恶化。不如让阿策为你用药包扎一下。哎，微科而已，怎好劳烦公孙兄呢？为医者本应治病负伤，何来劳烦之说？好，那就有劳公孙兄了。哎，江兄手上怎会有如此厚茧？啊，在下家境贫寒，时常需要务农事。说来惭愧，自从江兄为血魂莲中的獠牙鬼物所伤，在下便一直心有惴惴，唯恐那鬼物会突然奔袭无极客栈。哎呀，相比于有形鬼物，更使人惊心吊胆的，怕是无形鬼影啊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江公子以为呢？是啊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江公子以为然否？公孙兄言之有理。在下已包扎妥当，江兄好生休息，我们也没别的事儿了。江兄玉笛丢失，不妨请何二和清明姑娘帮忙留意一下，我和阿策也帮你找找看。那就多谢二位公子。这江玉湖绝不是赶考举子。我先前只觉得他杂念太多，心思不正，便用修身正气心之言告诫，谁知道他竟完全没有听懂的样子。所以你才故意用错句来试探他。是啊，背过大学的人都知晓，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教他以失之，根本不是什么道善则得之。江玉湖一直沉默寡言，这次却满脸焦急，可见那玉笛对他而言一定十分重要。我知道玉笛在哪儿。这个客栈中，除了水姨母女，还有谁逛房间跟逛自家后院似的？昨晚林中脱险，南姑娘和江玉湖属同病相怜，今早便趁火打劫。我看，这不像是南姑娘的作风。你啊，科场聪明，情场糊涂，人家挖个火坑你就往里跳，也不怕引火烧身？我是这。包大哥，南姐姐听你昨夜梦中惊坐起，一早就为你煮了安神极品，望眼欲穿的等你大半个时辰，这会儿正急着回炉加热呢。一片不毛之地，能煮出什么人间极品啊？小女子不才，论人间极品，可不敢与公孙公子争锋。此话怎讲？常人是血肉之身，公孙公子呢是醋口莲子心，一言既出，要么酸溜溜，要么苦滋滋。这极品本品呀，必非公子莫属。说得对，皮相上君子如玉，骨子里却年少轻狂。你就是欺负我魂书生见得少。二位侠女教训的是，但容小生多一句嘴，这盘珍馐若再端下去，可又要凉凉了。呀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。
多谢南姑娘，辛苦你了。昨日历险，承蒙包公子不弃，区区此心如捧小仙，不成敬意。包大哥，快尝尝，这肉被烹得活像碎石子儿。那是猪心，可治惊邪平心悸。虽说火候是过了一些，但它大补得很。猪心，猪心也是区区此心，是人是猪，他都没毛病哈。你闭嘴！先是猪蹄，再是猪心，你咋和猪杠上了呢？你若是不喜欢，便不要勉为其难。假使吃了猪油蒙了心，你就考不上状元了。喜欢，这是我吃过的最称心的猪心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喜欢就好，也不枉我被何儿敲了一顿竹杠。这只猪心刚好是前2天运过来的。听他说，这里的飞禽走兽都是深藏于林，客栈附近从来不见荤腥呢。展昭、阿软，跟我走。好。公子又来查我啦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江玉湖的玉笛不见了。他玉笛不见了，与我何干？等一下，客栈酒窖里若少了一滴酒，是不是也要怀疑我呀？窖中既非鲜液琼浆，缸里又无黄白之物，您自然是滴酒不沾。这思来想去啊，这片羽毛应该也是自己从门缝里飞进去的。哎呦，那金镖里来镖里去，满客栈都长了飞毛腿，别人镖头镖脑的，公孙公子还不清楚？听说你与那包拯是泸州府大名鼎鼎的才子，最擅长破案，怎么我觉得名不符实呢？做人留一线，我不欲与你撕破脸皮，但倘若你们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在下只好奉陪了。哼，这么有本事啊，你自己找啊！在下奉劝您一句，早早将玉笛归还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哎呦，这话还是省省吧。我水姨行走江湖多年，可不是你轻易唬住的小娘子。我直接私下来问，不过是想给你留几分体面。既然不领情，那便罢了。江玉湖曾说他在昏厥时为獠牙怪物所袭击，可经我包扎观察，他的双手虽有多处擦伤，却无一处孽伤，更别提他还在手检一事上撒了谎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说谎？如果他真是因为务农而手上长茧，那必定会经常接触泥土，掌纹、指缝中应会有清洗不掉的痕迹。风吹日晒下，皮肤亦黝黑干裂。但他却清秀白净，操中有细，哪里像是农家子？况且农人双手手掌常常均有厚茧，而江玉湖的左手几乎无茧，右手却手心茧薄，虎口茧厚。他手里常握的不仅不像是农具，且非寻常之物。是兵器。更有可能是刀，因为刀法中常常有劈砍的动作，虎口更容易生茧。
身负武功，却以文弱示人，他这不是扮猪吃老虎吗？你们在看什么？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。你也感觉到了？嗯。